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在台湾花莲的一个小村庄，有一座被人们称为死亡之屋的老宅。9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台的惨案，一家7口的5个孩子被发现惨死在浴室，头套垃圾袋，颈沉铁丝，死状凄惨，而屋主夫妻却下落不明。案件成为未解悬案，但村里的人都相信，那座宅子不只是死了人，而是死了某些东西，他还在那里，等着他的下一个目标。9年后，在一处偏远的山洞，警方找到了失踪夫妇的尸骨，但更诡异的是，那些孩子的影子似乎还困在老宅中，从未离开。而这座房子成为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梦。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花莲无存命案。如果你准备好了，那就关好门窗，调暗灯光，因为接下来可能有人会透过屏幕看着你。喜安乡是一个看似平静的小村落，田埂纵横，绿意盎然，阳光穿过树叶洒在狭窄的乡道上，鸟儿在枝头招啾。这里的人们生活简朴，彼此熟稔，每天早晨的问候和午后的闲谈是村民的日常。然而，在村道尽头的那栋老宅子，却像一块沉默的阴影，存在于人们视线的边缘。它是一栋2层楼的灰白色建筑，墙皮剥落，窗框因常年未修理而锈迹斑斑，窗帘垂着陈旧的黄斑，像是被时间侵蚀的伤痕。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老宅也显得昏暗，屋内看不到任何动静，但它始终伫立在那里，如同一个永远不愿醒来的梦魇。这里住着刘国良一家，他们的生活低调，不常与邻里交往。刘国良平日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妻子和玉兰也鲜少与外界接触，他们的5个孩子更是像幽灵般，几乎从不离开宅院。偶尔有路过的村民能听见孩子们的笑声，但那笑声总是短促，仿佛被什么打断，或被墙壁吞噬。一天清晨，正在田里劳作的老农张伯皱起眉头，嗅了嗅空气，他低声喃喃：“什么味道？像是腐肉，又夹杂着尸霉味，气味似有若无，随着晨风飘来，带着些许不祥的阴冷。”渐渐的，整个社区都开始注意到这股味道，它越来越浓烈，像是在挑战人们的忍耐极限。一位卖豆腐的妇人路过老宅时，用手帕掩着鼻子，低声抱怨：“这味道简直要人命，像是有什么死了。”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老宅，却发现窗帘微微晃动了一下，像有人在后面偷看。“有人吗？”他鼓起勇气喊了一声，但老宅安静的诡异，回应他的只有自己的回声。那天晚上，村里一个年仅7岁的男孩小宝趁着月光偷偷跑到老宅门前。他的母亲叮嘱过他不要靠近这里，但孩子的好奇心总是比恐惧更强。他捏着鼻子，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答，但他突然听见里面传来细碎的声音，像是有人在低声哭泣。谁在哭？小宝凑近门缝，试图看清里面，但里头漆黑一片。他犹豫了一会儿，回头望了望四下无人，正准备离开时，身后的大门咔嚓一声，似乎轻轻开了一条缝。他猛地回头，却什么都没看见，只是那股恶臭更浓了，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妈妈，他们哭得好小声啊，像在里面很冷。”小宝回家后低声对母亲说。母亲脸色一白，忙拉着他去庙里点香，并警告他以后别再靠近那里了，听见没？接下来几天，刘家人的行踪变得更加诡异。有人注意到老宅的窗帘在深夜时会突然亮起微弱的灯光，但灯光总是闪烁不定，像是谁拿着灯在屋内徘徊。村民们试图靠近，但每次都被恶臭逼退，甚至有人声称隐隐约约听见一种轻轻的笑声与低语，像是孩子们在玩捉迷藏。有村民尝试敲门，却始终没人应答。而刘国良夫妇和5个孩子似乎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狗吠声在夜晚响彻村子，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有人胆小地说，这种味道，这种声音，我总觉得不太像人。到了第3天，一位村里的老人站在村口抽着烟，突然沉声说了一句，那家人的窗为什么好像换了人看？其他人一听，纷纷望向老宅的窗户，那里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但老人摇摇头，不对，他们以前不这么看人。整个社区开始弥漫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感。越来越多的村民声称听到了异常的声音，有人说是孩子的哭声，有人说是男人低沉的喘息。老宅的存在仿佛变成了一个隐形的吸力，它吸走了整个社区的平静，让村民们神经紧绷。这家人到底去哪了？豆腐摊的妇人忍不住问，一个大活人都没了，难道还能凭空消失？我看不是他们消失了。另一人小声接道，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空气越来越冷，连阳光也像被阴影笼罩。刘家的恶臭和诡异渐渐吞噬了整个村子的日常，而真正的恐惧才刚刚开始。这味道再这样下去，怕是全村都要被熏死。老张拨着鼻子，拿着手机对警察报援，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压抑已久的恐惧。几分钟后，3辆警车驶入了吉安乡这片平静的小村庄。车上的警察皱着眉头，讨论着他们接到的报案内容。只是一股臭味而已，能有多严重？一名警察抱着怀疑的态度，据说那臭味像腐烂的肉，持续了好多天，还伴随着奇怪的声音。另一名年轻的警员小高低声补充，语气中透着几分不安。警车停在老宅前，恶臭立刻袭来，宛如浓稠的毒雾压在每个人的脸上。一名老警察嘟囔道，我闻过尸臭，但这味道有点不对，像是混了什么。他突然闭上嘴，脸色发青。大门紧闭，窗帘依旧垂着，仿佛在拒绝外界的侵入。但靠近门边时，年轻的警察小高明显感到寒意，空气湿冷的刺骨。他忍不住问，这里是不是没有人住了？老张伯在旁边摇头，一家7口住在这，但最近一个都没见着。真是邪门警方用铁器敲开老旧的木门，门板开启的一刹那，恶臭瞬间像浪潮般袭来，让几名警员差点吐出来。走吧，别发呆了。队长掩住鼻子，硬着头皮领人进入。室内的景象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屋内昏暗潮湿，墙壁渗着水迹，家具布满灰尘，地板上散落着杂物，像是好久没有人打扫。厨房的琉璃台上留着一碗黑乎乎的食物残渣，苍蝇嗡嗡作响。每个房间空无一人，像是整个家突然被遗弃。但当他们靠近浴室时，那股腐烂的恶臭变得更加浓烈，像有形的力量在阻止他们靠近。老警察低声说，里面可能有尸体。浴室的门紧闭着，门缝间流出浑浊的液体，带着一种灰黄色的光泽。队长一脚踹开门，顿时所有人都呆住了。浴室内，一堆腐烂的孩子尸体堆叠在一起，他们的头被垃圾袋紧紧套住，袋口用铁丝缠绕。苍蝇从垃圾袋破损处爬进爬出，尸体已经严重腐烂，有的手臂弯曲在奇怪的角度，像是在挣扎时被折断。墙上留着几道细小的手掌印，像孩子们在最后时刻拼命地拍打求救。警员中有人按耐不住，冲出浴室疯狂抢殴，但年轻的警察小高却怔怔地站在那里。他的目光落在尸堆中最小的一具遗体上，垃圾袋的边缘破了一道口子，里面露出一双空洞的眼窝，像是正注视着他。队长，小高声音颤抖，他在看我。别胡说！队长大吼一声，但他的脸色同样苍白。小高后退几步，几乎撞倒墙边的镜子。警方立即封锁现场，法医赶到后对现场进行勘查，很快得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这5个孩子的死亡时间并不一致，最早的一个已死去2周，而最新的一具遗体死亡时间在3天前。法医推测，这意味着凶手是在逐步处理这些孩子，可能是隔几天杀害一个，
并将尸体堆叠在浴室中。现场没有刘国梁夫妻的踪影，但警方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符号，类似于宗教符咒的图案，用红色颜料画成。随着潮湿的墙面，部分已经流淌下来，旁浮血液凝固后的痕迹。法医小心翼翼地检查后确定，这些符咒是用猪血或其他动物的血液绘制。此外，浴室的镜子上用鲜血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话：我无法保护他们，也无法保护自己。这句话的字迹潦草，像是仓促之中写下，语气中带着深深的绝望。根据血迹判断，这句话可能是在最后一名孩子死亡后留下的。然而，警方的搜索依然没有找到任何无主的痕迹，整个屋内空荡荡的，唯一的声音是警员们的脚步声和他们呼吸的低喘。调查持续进行时，几名警员开始感受到不对劲。小高站在浴室门外，耳边似乎传来了微弱的哭声，像是一个孩子在哽咽。他打了个冷战，转头问身边的同事：你听见了吗？听见什么？那同事正低头整理证物袋，头也不抬的回应：哭声。孩子的哭声。小高额头渗出冷汗，但室内只有死寂的回音。另一边，老警察在拍摄浴室镜子的照片时，突然感觉镜面上似乎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他仔细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但当他转身离开时，镜子里仿佛浮现出了一双小小的手掌印，带着水渍的痕迹。最让人不安的是，小高再次走进浴室时，他突然注意到垃圾袋中最小那具尸体的头似乎微微动了一下。他盯着那垃圾袋，屏住呼吸，试图让自己冷静。但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耳边传来一个低低的童声：你们能带我走吗？他猛地转身，大声喊了出来：队长！袋子在动。整个队伍的人立刻跑了过来，但其他人什么都没看到，只看见小高捂着头，喃喃道：他们在看我，真的在看我。队长拍了拍小高的肩膀，试图让他冷静，但每个人的心底都浮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这些孩子真的都死了吗？或者他们还在这里，看着每一个闯入者？案件曝光后，吉安乡的宁静彻底被打破。警戒线外，三三两两的村民聚集在一起，低声议论，眼神中透露出恐惧与避讳。一些媒体记者也闻讯赶到，但村民对记者的提问大多闭口不谈，只是摇头叹气，仿佛生怕提及那家人的名字会招致灾厄。终于，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忍不住开了口：你们知道吗？刘国梁那人早些年就不太对劲。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压低声音，手微微发抖。听说他祖上就是信邪的，好像是什么很古老的祭祀仪式。以前我们都以为他改了，没想到别瞎说。另一个村民打断，但很快又压低声音：不过以前有一次，他家半夜在后山点火烧东西，你们记得吗？有人偷偷看到他跪在火堆前面念念有词，好像还杀了什么动物献祭。他的老婆也不正常。卖豆腐的妇人接上话，目光飘向远处的老宅。他以前还跟我抱怨过，说孩子们晚上总喜欢盯着他看，他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有一次他甚至说，那些孩子不像是他生的，是别的什么东西换来的。妇人的声音突然压低到几乎听不见。你们说，这家人到底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议论渐渐变成一种阴冷的传闻。有村民声称自己曾看见何玉兰在夜晚一个人站在老宅门口，盯着大门发呆，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神智。而有几个年轻人说，刘家的孩子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对着镜子喃喃自语，语气不像孩子，反而像是大人。调查案件的警方并未对此置评，但他们的心理状态却在案发后开始崩塌。那股恶臭似乎没有随着尸体被移走而彻底消散，反而像种无形的气息附着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的身上。回到警局后，警员们的脸上挂满疲惫与不安。年轻警员小高尤其受到影响，他回家后的第一晚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他站在老宅的浴室门口，那扇腐朽的木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具具垃圾袋裹着的孩子尸体，但这一次，那些尸体似乎不是静止的。他看见其中一个垃圾袋微微颤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动。你愿意陪我们玩吗？一个空洞的童声从垃圾袋里传出，紧接着，那些孩子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扭曲的四肢拖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咯吱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垃圾袋，朝小高走来。来吧，把这个带上。最小的孩子将垃圾袋伸向小高的头顶，他感觉到窒息般的压迫感。惊醒时，小高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手紧紧抓着被子，但他的脸颊却火辣辣的疼。跑到镜子前，他看到自己的脸上赫然有一道深深的抓痕，就像是被指甲划过。他的手开始颤抖，忍不住喃喃：我只是做了个梦，对吧？只是梦而已，这并不是唯一的怪事。其他参与调查的警员也陆续反映，自己或家人莫名其妙的生病，或者家里的镜子在夜里裂开。一些胆小的警员甚至辞去了工作，只为了彻底远离这个案件。而剩下的人则开始流传一种说法，那间屋子在看着我们，甚至在等着我们回去。为了寻找更多证据，警方将老宅彻底翻了个底朝天。几乎所有房间的墙壁上都发现了那种用血绘制的符咒，符号的形状扭曲怪异，法医无法辨认出处。但在2楼主卧的衣柜夹层里，警方找到了一件格外诡异的物品，一本日记。这本日记看上去属于何玉兰，封面已经发霉，翻开后更是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霉臭气味。日记的字迹最初整齐清晰，内容描述的是他的日常生活。然而几页之后，字迹逐渐变得歪斜混乱，情绪中充满了痛苦与绝望。我感觉到他们在看我，尤其是最小的那个孩子，他的眼神像一把刀，每次他看着我，我都觉得我的心脏被刺穿了。我晚上根本睡不着，那些声音太吵了，脚步声、低语声、孩子们的笑声。可是我起身后发现整个屋子安静的吓人。我试着告诉国良，但他不听，他说是我想多了。可我真的感觉到那些不是我的孩子。最后几页，日记的内容突然变得更加混乱，甚至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字迹，一种是何玉兰本人的，另一种却像是孩子的笔记。妈妈，我们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我们只是害怕妈妈，不要再让她靠近我们妈妈。她一直盯着我们，她说如果你不这么做，她就会带走我们妈妈，快点把我们藏起来，或者杀了我们。警方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和震惊，日记中的她究竟是谁？日记的内容似乎指向一个第三方，但凶手是否真的是何玉兰和刘国良，仍然无从得知。9年后的某一天，几个热爱探险的年轻登山者在花莲山脉的偏远地带发现了一处废弃的洞穴，洞口隐藏在茂密的树林后，岩壁上爬满了青苔和藤蔓，几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意外，他们绝不会注意到这里。这里好像有人来过。一个年轻人捡起地上的破旧铁锅，上面残留着发黑的焦痕，像是多年前的吹火遗迹。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洞穴，手电光扫过岩壁，却看到了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洞穴内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诡异的符咒，这些符咒用干涸的红色颜料绘制，某些部分因岁月侵蚀而剥落，但隐隐还能看出这些符号勾连成一种类似眼睛的形状，仿佛无数双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闯入者。这是什么鬼东西？一个登山者低声咒骂，但他很快噤声。洞穴的最深处，他们发现了一堆散乱的骨头，2具尸骨被发现蜷缩在洞穴最深的角落，其中一具的头骨侧倒着，手臂像是试图向墙壁爬去，姿态僵硬；另一具则蜷缩成胎儿般的姿势，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偶熊，周围散落着孩子的小衣物和玩具。显然，这里曾经有人长期生活过，但更像是被什么东西囚禁在这里，最终走向死亡。洞壁上还有更多令人惊悚的涂鸦，似乎是某种绝望的记录。一句话特别醒目：
深深地刻在石壁上，像是用尖锐的工具反复划出的痕迹。我们不能离开，他在这里，别让他找到你。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通过 DNA 比对确认，这2具尸骨正是失踪9年的刘国良夫妇。然而，尸骨的状态显示，他们并不是死于暴力，而是死于极度的饥饿与精神崩溃。洞穴中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尸体，但那些属于孩子的物品显得尤为刺眼，仿佛这些陪伴刘氏夫妇的东西本身就隐含着某种不祥的意义。案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警方对9年前的命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调查，终于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线索。刘国良的家族背景逐渐浮出水面。刘国良的家族代代相传着一种可怕的秘密，他们家每一代人都会被一种无形的恶灵缠身。这种恶灵最初并不显现，而是潜藏在家族的血脉中，但一旦家族中有孩子出生，这种恶灵就会逐步显现，制造出灾难性的后果。据一些残存的家族记录记载，这个恶灵会在孩子中寻找最脆弱的目标，将自己寄生于他们的灵魂中。被附身的孩子会逐渐变得不受控制，不仅表现出异常的行为，还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引导家人互相仇视，甚至酿成杀戮。警方从符咒与日记的记录中拼凑出了一部分真相。刘国良并非为了换取好运才进行献祭，而是出于绝望，试图通过古老的仪式驱逐恶灵。何玉兰也在日记中反复提到，孩子们的行为越发怪异，尤其是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的刘小平，他常常会站在镜子前自言自语，或者深夜出现在兄弟姐妹的床边，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低声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睛，像看穿了我。何玉兰在日记中写道：小平，他不是我的孩子，他是他的容器。然而，驱逐恶灵的仪式显然失败了。孩子们的死亡时间表明，刘国良和何玉兰并非一下子杀死所有孩子，而是逐一动手。根据推测，这对夫妻可能是想通过杀死被恶灵附身的孩子来结束诅咒，但恶灵似乎并未就此消失，反而变得愈发强大。最终的反转令人毛骨悚然，恶灵实际上并非简单的寄生在刘小平的身上，而是通过他在整个家庭中制造恐慌，孩子之间开始互相怀疑、恐惧，甚至互相伤害。这种混乱的局面最终让父母深陷其中，精神崩溃。最不可思议的是，有证据表明，刘国良和何玉兰最终杀死的可能并不仅仅是被附身的孩子，而是在恶灵的引导下，相信所有孩子都已经被侵占。他们甚至在杀死最后一个孩子时意识到，恶灵从未离开，他的真正宿主或许就是他们自己。9年前的案件发生后，刘国良夫妇并未选择逃亡，而是带着孩子们的衣物和玩具，躲入那处偏远的洞穴，试图通过与外界隔绝的方式终止一切。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恶灵并未被家庭的毁灭而驱逐，相反，他将他们困在洞穴中，逼迫他们面对永无止境的恐惧与绝望。洞壁上那些符咒，或许正是他们试图与恶灵抗争的最后努力。但饥饿、寒冷与精神崩溃最终压垮了他们。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他们或许才真正意识到，无论逃到哪里，那东西都在他们的血液里。9年过去，吉安乡的村民对刘家无此命案仍心有余悸。尽管老宅已经被清理封锁，但它的名声依然令人不寒而栗。多年来，这座房子一直无人问津，荒废的庭院里杂草丛生，窗户破损，甚至连村里的流浪狗都不敢靠近。然而，一对来自外地的新婚夫妇张志文和他的妻子林淑芬，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这栋房子。他们觉得房价过于便宜，但出于对新生活的期待，并没有深究。搬入那天，阳光透过破旧的窗帘洒进屋内，林淑芬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她喃喃自语，这房子是不是有点太冷了？可能是空了太久吧，过几天我们刷刷墙，买点家具就好了。张志文安慰她。第一夜的一样，他们带着4岁的儿子小柏一起搬了进来。
第一天晚上，小柏安静地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玩着他带来的玩具汽车。但当林淑芬进房间时，却发现儿子正对着空无一物的墙角低声说话。小柏，你在跟谁说话呢？林淑芬皱起眉头。小柏转过头，天真地说，和他们啊。他们看起来好冷。林淑芬愣了一下，他们是谁？有5个哥哥姐姐。小柏认真地回答，他们说他们住在这里很久了。林淑芬瞬间感到背后发凉，她正准备追问时，小柏却像没事人一样低头继续玩他的玩具。林淑芬告诉丈夫这件事，张志文笑着安慰她，小孩子嘛，喜欢编故事。然而那个夜晚并不平静。凌晨2点，林淑芬被一阵模糊的声响吵醒，她发现床头灯忽明忽暗，像是电路出了问题。她坐起来，发现房间的镜子里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揉了揉眼睛，但那影子似乎在慢慢靠近镜子的边缘，轮廓逐渐清晰，是一个小孩，双眼空洞无神，死死盯着她。妈妈，你醒了吗？小柏的声音突然从床尾传来，她猛地转头，看见小柏正站在床边，目光空洞。她低声说，哥哥姐姐们也醒了，他们要过来玩。林淑芬尖叫起来，灯光突然恢复正常，镜子里的影子也消失了。张志文被她的尖叫声吵醒，连忙开灯，安慰惊恐的妻子。林淑芬拉着小柏上床，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镜子里的影像。但当他们熄灯后，小柏在黑暗中喃喃自语，他们又回来了。接下来的几天，老宅的诡异现象愈演愈烈。林淑芬频繁地听到楼梯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但每次开门查看时，楼道里却空无一人。她还发现厨房的餐具会莫名其妙地挪动，甚至在墙上看到类似孩子手掌印的污迹。小柏的行为也开始变得怪异，他变得不爱吃饭，总是呆呆地盯着房间的角落。有一次，他突然把一块积木砸向空气，生气地喊，不要再看我了。林淑芬和张志文被吓坏，试图安抚他，但小柏只是指着楼梯，他们站在那里，你到底在说谁？张志文终于忍不住，带着怒气质问。小柏的回答让两人寒意彻骨，他们说你们是坏人，他们说你们也会像爸爸妈妈那样跑不掉的。当在深夜，林淑芬听到卧室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咚咚咚，声音很轻，但极富节奏感。她试探性地走向门口，透过门缝看去，发现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可当她打开门时，却看到了楼梯下站着一个孩子的影子，他的头上似乎套着什么东西，像是一个塑料袋，但他的双眼死死盯着他，嘴角扯出一个诡异的笑容。林淑芬尖叫着退回房间，关上门，却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背后站满了5个模糊的小孩影像。林淑芬和张志文最终忍无可忍，决定带着小柏连夜离开。但当他们驱车驶离村庄时，小柏突然从后座发出低低的笑声。你笑什么？张志文紧张地问。他们说没关系的，他们会一直在这里等我们车窗外的风呼啸而过。但后视镜里，林淑芬分明看到一张贴在后车窗上的小脸，那张脸没有五官，只有一双洞穿人心的空洞眼睛。最终，这家人再也没有回到老宅。他们尝试出售房子，但却发现房子仿佛被某种诅咒笼罩，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那栋房子依然属于他的世界。